嗨，大家好！不管你喜不喜欢川普，未来2到3年能不能发财就得靠他了。今天我就结合这2天的热点时事，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请注意，影片的操作和信息全部是我的个人投资笔记，本人不做任何股票推荐，投资盈亏概不负责。伊朗真的马上就要完了。今天早晨，美国敦促美国公民立刻离开伊朗。特朗普还宣布，对任何和伊朗进行交易的国家都要征收 25% 的额外关税。美国 KC-46A 空中加油机已经在伊朗边境开始飞行，准备待命，随时给轰炸机跟战斗机进行加油。更诡异的是，伊朗货币今天早晨出现极限暴跌，在公开交易市场上直接对美国和欧元跌到 0.000001， 几乎是一文不值。这就说明了一件事，伊朗真的是快完了。如果伊朗倒台之后，住在美国的丽萨·巴萨维上台之后，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的任何投资1分钱都拿不回来。在上个周6号，我已经上映影片告诉大家，伊朗快要完了，请做好资产配置，重点是配置美国军工股还有金矿的 ETF。1月8号，特朗普就发布了贴文，宣布在2027年，美国预算从1万亿美元提高到 1.5 万亿美元。这个消息直接让我之前的 ETF SHLD 起飞了。上个星期四、星期五正好又遇到大宗商品指数对黄金和白银进行纯技术的调仓，持续砸盘，所以波动非常大，但是跌了我又继续买。军工和黄金这2个板块我认为是中期的投资机会没想到这几天涨势就这么猛。我在后面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之前会判断军工和黄金仍然是2026年的趋势之一。我们继续说一下特朗普。在1月9日，特朗普召开了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康菲石油等美国最厉害的石油 CEO 和高管在白宫开了一个会。川普主要是想让这些能源大佬去委内瑞拉投资。在会议中，他给了这些巨头一个伟大的目标，说要向委内瑞拉投资至少1000亿美元，重建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基础设施。川普还说白宫肯定会给他们军事保障还有政策支持，所以要发财你们都快点。雪佛龙 CEO 还有点担忧，说现在的委内瑞拉局势还有国内的法律不支持我们大力投资。特朗普就说你不干有的是人要干。美国的投资还没到位，委内瑞拉的股市指数直接就从1000多点跳涨了6000多点，一个星期涨了5倍。委内瑞拉在美国的帮助下呢，我认为是一定会变好的，因为它会成为美国在拉美的后花园，会对其他的拉美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有人觉得美国这是在掠夺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但是如果你回归历史的话，和美国合作的国家现在哪一个不是发达国家？我们可以看一下韩国，看一下日本这个人民的收入摆在那里，是吧？所以美国对南美的战略是未来美国10年的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胜利。所以这次成功抓捕马杜罗，奠定了美国未来10年在拉美的发展。未来美国的产品都会卖给拉美国家，美国的目标就是减少贸易逆差嘛。所以如果美国把这些产品都卖过去了，它肯定会越来越富嘛。说到委内瑞拉，其实它在50年代到70年代都是拉美最富的国家之一之后因为当时的冷战，反美情绪高涨，左翼思想财富不均，再加上一些苏联的渗入之类的，最终委内瑞拉把英美的企业全部都赶走了，通过国有化控制了石油产业。但是现在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委内瑞拉就变成了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伊朗也一样，它有无数的石油，经济也是崩了都是非常的奇怪。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说委内瑞拉、伊朗不是因为美国的制裁才变穷的吗？我发现世界上有一部分人他们都好像单细胞一样草履虫，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只有2个变量，好与坏，黑与白。这些朋友呢非常不适合投资，你们凭运气赚的钱最终也会凭实力还回去，因为你们看不清笼罩在事实上面的一层灰色的雾无法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伊朗的确是被美国制裁了，它是开始于1979年11月14日，但是在10天之前10月14日，伊朗这些学生冲入美国德勒黑兰大使馆，扣押了52名美国外交人员，后来还把这些人质扣押了444天。美军还去营救，但失败了，最终损失8名士兵。之后伊朗的反美情绪越来越厉害，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都出现了，所以美国才不断的加码制裁。而委内瑞拉它的制裁是开始于2017年，在2016年的时候，委内瑞拉的国内通胀已经高达了 800%， 经济已经开始崩溃了。马杜罗当时要搞独裁，美国就开始给委内瑞拉制裁。所以从这些历史来看，很多国家被制裁之前，他们的国家已经开始乱了，经济已经不行了。现在马杜罗下台之后，最高兴的还是委内瑞拉的人民
他们曾经选错了，希望他们未来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这2天伊朗政权真的是要完了，我们指日可待。沙特看到伊朗已经不行了，也派出了战机轰炸他的小弟也门胡塞武装。沙特准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个周末美国还轰炸了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所以这次美国、沙特、以色列就要把中东打扫干净，这个新的世界就要来了。这个是 once in a lifetime， 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我认为川普一定不会错过。川普今年要做中期选举，所以他一定要给美国人民做一些大事。最后呢，就关于格陵兰岛，我也认为川普一定会拿下，因为在会议中说了，不管他们愿意或不愿意，我们一定会对格陵兰岛采取行动。如果谈判不行，那我们就用艰难的方法。我之前已经强调过了，川普和他的内阁说话都是认真的，说出来的事就一定会做到。所以未来不管有多少的困难，这个格陵兰岛这个事情或者是这个争议这个地区升温的这种局势也一定会越来越高。为什么川普一定要拿下格陵兰岛？因为这是川普给美国定下来的国策，国家安全。我现在就给大家讲解一下我思考的逻辑。2026年到2030年，主要的投资方向必须围绕以下的几个板块。一个就是美国的 AI 半导体，然后就是军工、太空、能源、矿产。这些全部都写在2025年11月美国白宫发布的美利坚国家安全战略里。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唯一的目标就是通过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的手段，在未来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且要达到一个霸权的水平最高档的。虽然那个英文单词并不是霸权，就是一个最高的意思，最高的控制权的意思其中里面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美国要确保西半球的安全。美国要从2026年开始向着100%控制西半球进发，这叫做特朗普门罗主义。在国策中就明确写了，大家听美国将重申并执行门罗主义，以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我们将阻止非西半球竞争对手在我们西半球部署军队或其他威胁性能力，或拥有或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产，调整我们的全球军事存在，以应对我们西半球紧迫威胁。非西半球竞争对手已对我们半球造成了重大冲击，这不仅在当前的经济上损害了我们的利益，而且在未来也可能对我们造成战略上的危害。放任这些入侵而不采取强有力的反击措施，是美国近几十年来犯下的又一重大战略错误。美国必须在西半球保持主导地位，这是我们安全与繁荣的前提条件。每位在该地区工作或参与该地区事务的美国官员都必须全面了解外部有害影响的全貌，同时向伙伴国家施加压力，并提供激励措施，以保护我们的半球。美国政府将为美国公司在该地区寻找战略收购和投资机会，并将这些机会提交给美国政府所有融资项目进行评估。这是我翻译的原文，大家看美国全都是认真的，他们要通过一切力量，不管是政治上、军事上还是科技上，他要把中国、俄罗斯、伊朗等东半球的势力赶出西半球，目的就是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而格陵兰岛是美国确保西半球安全的重中之重。因为格陵兰旁边就是俄国，这片水域必须被控制。另外呢，美国还有一个重大的战略，就是恢复能源主导。它将控制委内瑞拉、伊朗、格陵兰来获得全球重点石油和天然气田，必须确保能源战略物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目标就是绝对不能让这些能源变成他们敌对势力的资源。在未来，美国肯定会限制委内瑞拉还有中东的石油天然气供给俄罗斯和中国，还有古巴、朝鲜，让他们失去发动战争的能源和基础。美国要实现里面的所有的战略目标，最底层的就是要依靠美国的科技、美国制造美国能源。所以在未来的3到5年里，所有的投资组合一定要跟着美国的国策投向这些科技、军工、黄金、能源。军工我之前跟大家说了，是持有 ETF、SHLD 或者是 XAR， 这里面都投资了美国的顶级军工企业。贵金属呢，我喜欢金矿的 ETF， 因为金矿的股票不但可以随着黄金的价格上涨，而且还可以分红。我买入的是黄金的 ETF JDX 现在是仍然持有，上次还加仓了。能源的话呢，我认为我不会去买石油相关的股票，因为未来的石油会越来越多，
美国控制了这么多石油，将来它的价格一定会下降的。川普就要使用这些能源降低汽油的价格，降低能源的价格，从而降低美国的通胀率，为将来降息打好道路。所以呢，在能源方面，我还是主要看电力的供应。今天特朗普还发文，他告诉几大巨头不要让数据中心造成居民电费提升，这些巨头要自己想办法。不管你想什么办法，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你不要把整体的电费提高。所以从这里来看，未来下个周或者是下个月开始，这个能源电力相关的股票可能会上涨。所以我认为要解决电力远期的方法就是要用核电站这个是远期的方法，可能是5到10年。核电站我是买入了 URA ETF， 但是短期的解决方案呢，我现在是看好了 Bloom Energy 这个股票。因为数据中心必须寻找到一种便捷的模块化方案，给自己稳定供电，而 Bloom Energy 就是最好的供应商。其他的科技我还是持有半导体指数 SMH、QQQ 等，这2个指数基本上覆盖了大部分科技股，尤其是英伟达、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我对于个股的投资还是比较谨慎的买也是要买大公司。我的目标就是要保持整个投资组合的稳定增长。这个投资的事比的不是谁跑得快而是比的谁活的时间长。每天开法拉利飙车总有一天会被撞死。所以呢，慢慢开车，你既可以欣赏路上的风景，也可以安全到家。所以呢，投资这些个股的话呢，我喜欢跟着这些 ETF 的配置，选择这个行业中最好的头部企业配置一点。如何寻找这些企业？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比如你想风险高一点，获得更高的收益，你就可以买入半导体行业的头部企业就不买指数了。这个时候呢，如何选？你就可以点击木木自选股里的 SMH， 然后点旁边的基金，再往下拉，就可以看到它的10大持仓股。这里面的10大股票都是半导体行业里面的世界顶级企业，你记住它的名字就可以研究。比如这个 AVGO， 你记住之后，再点击上面的木木 AI， 就可以问他请给我分析一下这个 AVGO 的商业模式、护城河、基本面、技术面，什么时候买入，什么时候卖出比较好估值是多少比较合理。这个时候AI 呢，它就会给你算出一个方法，然后给你答案。AI 给的都是建议我们也不能全信，关键是自己知道了这个企业之后，要时刻的跟踪，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它的收益有增长还是有下降，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些大家都要做好功课。个股要时刻盯着，因为它会受单一事件的影响，大起大落风险更大，但是呢，这个收益也会更大。按照这个方法，大家可以看一下其他的 ETF 板块里面有没有其他大家喜欢的公司，可以做一下研究。想投资美股的朋友可以使用我留言里的木木链接进行注册，会获得新人大礼。每次在节目的最后，我都会提醒大家，股市高位注意风险，一定要为市场的黑天鹅事件准备充足的基金，在大跌的时候加仓买入，这样才能赚大钱。好了，我们下期再见。